各位朋友好，我是陈君卫。这几天我们看到南海又有很多的事情，听说美国现在已经有2个航母的战斗群已经又在南海在参加演习了和菲律宾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正在进行演习。关于南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争议，比如说岛屿的争议然后海权的认同还有历史上一些各种争端到底是怎么来的？今天我想利用一期的节目，详细的跟大家汇总一下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来彻底的给它搞清楚。我们现在来把镜头拉近一下南海就在，你看这是中国这是东南亚国家这菲律宾这些马来西亚印尼等等一些国家，我们把镜头拉大一点，在这块我们说的南海之间的争议就是在这块区域在这块区域里面呢，那在历史上就是各个国家对这个你的海岸，就是你的领海，你到底有多大的这个领海的面积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在中国，在民国的时候，就是1936年的时候，曾经有做过一张这样一个海图，因为当时其他的国家，一些小国家嘛，南海一些小国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海权的概念啦，然后那个民国的时候就一下子就从这里你看从这边基本上绕着这个整个南海的边缘以前早期叫做11段线围着这个越南的边界一路画，把这个所有的画还有这个早期叫做什么婆罗洲是吧？这些地带就把各个地方的这个南海基本上整个都画过来的都基本上就是中国民国的时候，基本上就把整个南海的海权基本上就全部揽入到怀抱里面去了就是那个时候只是划线但是各个国家其实到后期慢慢的也已经就是意识到这个海权的重要性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划线原来的民国的时候呢，它是有画了11道线11段线，原来这里还有2段，然后在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呢，这里其中有跟越南靠近的这2段就被取消掉了，因为当时的越南的话也是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弟嘛，是吧？原来那个胡志明嘛，是吧？越南当时也在搞社会主义国家嘛，也跟着老共一起搞嘛，那就既然是共产主义的小弟，那么就其中2段线就放掉吧，你就给你，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岛也送给了那个越南然后就变成了原来的11段线这个就不再争议了中间还有个岛送给他了，然后的话就从这里画起这也相对来讲在越南这里留了一部分吧，一个小缝隙给越南这边出入海了或者基本的这个打鱼之类的。然后呢，但是对下面这个马来西亚还有这个菲律宾，那就基本上就贴着海岸线这样画过去了。如果大家要是现在看到中国的地图，看到这个南海，当然感觉也是挺满意的是吧？那一大片那个南海，基本上海权基本上都归中国的，对不对？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问题所有的南海的争端其实就出在这。中国的不管是中华民国，然后现在后期那个49年以后呢，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由11段线到9段线，看起来都很大，但是正因为你这样画，那问题是南海的周边的一些国家他并不认同，他本身并不认同，你画的其实就是你画的。而越南呢跟菲律宾还有其他的文莱还有马来西亚，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划线，这才是关键。
大家看看这个地图哈，这条线你看这红色的这条线就是中国的一直画的认同的认为的就是这个应该归属于中国应该归属于中国。而这条蓝色的线，这条线是越南的，你看越南的线哈，一直画到这里，看到没有？包括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跟越南之间，其中这里有个这个地方叫做西沙群岛，还有这个南沙群岛是彼此是互相交错在一块的，也就是你认为这个岛是中国认为是中国的，那么越南他认为是他的，然后中间还曾经战争过，发生过2次海战当然最终的结局是中国基本上是以中国战胜为主嘛。有一点你要弄清楚，东南亚国家的话，国家真的很小的。东南亚其实很多国家，其实在对北方的这个中国这个巨无霸这个帝国，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其实他们尽量的其实就是能够跟中国和平相处，当然是最好的和平相处，大家比较遵守规则，然后就可以了。你看看这种图嘛，不管从人口的基数或者说土地的面积，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对东南亚这些小国家10多个国家并在一块，你看当你站在东南亚的视角，当你站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视角去看这个北面的这个超级的中华帝国的时候，都肯定会有一点压抑的。所以一般的话，更多的希望争议归有争议，但是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合理一点的这个方法，就是能够获得各自的海权。当然像越南本身也是跟中国大陆一样，它其实一直都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这个土地之类的跟中国也一样，就是犯我领土者虽远必诛，是吧？类似这样的吧。反正越南的话其实一直都在战争，越南这个国家一直都在战争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如果硬碰硬你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样打的话，肯定经常会吃亏的，其实经常会吃亏的。中国在越南的话有打过2、3次仗，在79年的时候呢，所谓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吧，其实在越南的国家他不是这样看的。邓小平吧刚刚上台嘛，他需要立威嘛，他需要掌握军权嘛，其实是一个政治，他是一个政治手腕吧，借助这样的名义跟越南之间有纠纷，然后就发动这个中国，就是其实是入侵吧，应该说这样说，自卫反击战应该算是入侵，打了以后，然后又退回来了，就从这个越南这个多地方打过来大家可以看看中越战争或者说之间的那个状况吧，就是当时中国这样打过来，然后的话就是等越南的大兵往上撤的时候，要开始跟中国对阵的时候呢，因为中国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穷二白的，在中越战争好像是在1979年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根本也耗不起，只是说闪电就是做个姿势吧，打一下就撤回去了。但是当时的话，对越南这个靠近中国的这一带的话，伤害是蛮大的。中国除了跟越南有这个海权之争在这个南沙这边还有曾经发生过一次战争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这还有2场争议一个是越南这边，一个是菲律宾这边，我稍后讲。底下还有你看还有交错的，这个是马来西亚，你看这也是互相交错的，这个文莱也是互相交错的，你跟菲律宾也是互相交错，你看菲律宾也是互相交错的，而且很多那个海域方面呢，是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之间的交错，有多个国家互相之间的交错，是吧？那么你想一下，如果在一个
多个国家之间，每个国家都按自己的认为的，就是这个领海应该归我，然后你画你的线，我画我的线，那最终的结局怎么样？最终的结局就只能打嘛，对不对？那谁会打赢呢？当然拳头最大的国家就赢了，是不是这样的？还好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其实在1982年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国际海洋公约，就大家签约都认同了，就避免这种海上的权益上领海之间的争议啊，减少这种战争啊，或者那个对海洋的这个认同啊，就是不要引起过多的这个海洋上的争议，然后导致战争等等各种事件的发生吧。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看看现在目前的这个海洋公约里面的划分是怎么划分的。这张图呢是按那个国际海洋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82年就是通过的，中国也是签约国之一哈，记住中国也是签约国之一啊，也就是说你签约了，你就认同了这个国际海洋公约的法律，所以就变得有法可依了。一旦的话有争议的话，就是按联合国公认的签约的协议来讲，直接去办就好了，这样就减少了很多争议。就像中国早期加入世贸组织也一样，也是签约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签约以后呢，中国的海域状况。这里看看上面这条线哈，这条线这是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的啊，也就是沿着你的海岸线的12海里，就是距离你国家海岸线这个海岸线，不管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海岸线的12海里，这样用这线拉过去12海里，也就差不多相当于22公里。你国家的海岸线的往前延伸22公里12海里的距离，就归属于你这个国家的经济专属区。这样的话，就大家之间就不要再按早期互相之间各划各的这样去争议了啊。那中国的海洋的话，就是如果正常按那个中国签约的海洋公约的话，它的领海面积应该是这条线到这，看到没有？那菲律宾呢，到这啊，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啊，这块是马来西亚的啊，这是文莱的啊，文莱它国家虽小，但是它这里也是一样，它照样拥有这么大的海权啊，这也是马来西亚的，也是属于马来西亚的那个海岸线嘛，对不对？然后其他国家就变得清清楚楚起来了啊，越南也是一样，你看越南的那个海岸线到这22海里，对不对？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中国原来画的把人家整个南海全部给都全部揽过来那条线，基本上被瓜分的差不多了，没了。大家看这里啊，看这里，中间这个部分应该是属于公海的，也就是在这个12海里以内的部分不属于这里，那么就是公海，大家都可以去的，是一个公用的那个公海啊，就没有你的专属权，也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参照一下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些详细的条文哈，我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也就是这样，中国的领海区域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如果的话，大家来遵守这个海洋法公约，可能很多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对不对？也就是很多国家其实也认同这样，就是搁置争议，然后就是大家尽量的就是和平共处啊，按那种方法，按那原则来。但是中国就不这么干。法律是签了，就像我们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也签了，反正签完以后咋办呢？如果我的利益在这，我不愿意放弃，我就把这个
签约签完当废纸扔掉就好了，中国一直都这么干的啊。那海洋里面，首先你要弄清楚，就是有很多的利益在里面。海洋里面在南海有很多的那个石油啦、天然气啊，有各种矿物质啊哈。你拥有那块海洋，那么你就拥有了那里面底下挖出来各种权益。当然，在中国虽然这个石油啊这权益的话跟你没有关系，其实都是被那个权贵集团全部都拿走了。但是海洋的争议的话，其实就在这里，海洋的那个就是其实大部分国家其实是认同的，特别东南亚国家，它也没有其他，你不可能说跟共产党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硬打，对不对？所以海洋公约其实是符合大部分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本来也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领海方面的争议，而且大家共同和平共处，去在你的专属的经济区内去开发你的可用资源，本来是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但是中国并不这样遵守，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那么多的那个领海，就南海的领海争议的问题就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因为利益方面的原因。早期虽然是这样，比如说大家就不谈吧，也就虽然的话就是联合国签了，但是中国不是要韬光养晦嘛，是吧？因为你还没有发展壮大嘛，然后就是一般就是你不管认同不认同，我们不会说签了我就自己去一个负责任，我们共产党经常说，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哈，他在需要发展经济的时候，需要韬光养晦的时候，他不会主动的去争这个权益，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但是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就认为他已经长大了，就是他的军师叫什么？那个金灿荣说的，你想蹲下来都没机会，想藏都藏不住了，所以你就用不着去韬光养晦了，所以他就变得霸道了。那霸道以后就有2个重要的事件啊，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看按海洋国际公约的这个属于菲律宾的这个区域啊，在这里有个黄岩岛啊，这有个黄岩岛。那么习近平好像上台的时候，好像是反正就在2012年左右吧，反正就是在这几年内，反正就他执政内，第一个就是先把黄岩岛啃掉了啊。黄岩岛就是强制的收回来，然后就菲律宾就抗议了嘛，对不对？抗议的话，抗议不管他了，无效了，对不对？那么他就到后期的话，就好像到国际法庭里面去申请仲裁了。当然，仲裁的结果也就是全胜了啊，也就是菲律宾判胜利啊，判胜利，但是中国反正就不认吧，就管你怎么样，我就不认啊，我该怎样就怎样。那个黄岩岛继续站着。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时间应该是2014年，也是在这里按国际海洋公约的这个划线，这个属于越南的，在这个越南的这个附近再次强行的去开采，而且还出现了这个撞船的事件啊，就是越南呢你去抗议，然后导致撞船的事件，还把船给撞沉了啊，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以前去越南的时候呢，我当时的话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刚好有个学生啊，很热心的也帮了我报警啊之类的，然后他后期他问我，他说对那个南海的事情怎么看啊？我当时其实并没啥概念，知道吗？因为在国内大家也知道，你若不去关注这个事情，你并不太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现在我就弄清楚了，这个事件发生了以后，在2014年的时候还曾经发生过所谓的越南排华事件，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了，很多工厂被烧了，不管是大陆的、台湾的企业都被烧掉了，事件就发生在那个
冲突，那是冲突冲突以后发生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联合国海洋公约里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海域里面有岛，而且你拥有这个岛的那个主权你对这个岛拥有那个主权，它照样好像是享有相同的这种22公里，也就12海里的这个海洋经济专属权，也就是你这一个岛周边你按这个岛延伸上去22公里，也就12海里的周边也是归属你的。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在于中国开始填礁造岛，人工造岛。记住，如果没有岛，中国现在已经有非常强的造岛的能力。也就是说，礁跟岛是不一样，礁可能就露出一个东西，小小东西来或者只有一个小车，它达不到一个岛的标准。或者说有的就在海底下，然后也许离浮出水面距离不远然后中国轻轻松松的就能够造出岛来，这个叫天津号，还有个天鲲号，它能够快速的造出一座岛来，所以就拥有很多岛。而这个填礁造岛也是导致很多争议，因为这里本身就没有岛，但是造出了很多的人工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这个那个海洋权益不就变得有争议了吗？是吧？这个也导致这个海洋争议的一大原因大家可以看看天鲲号、天津号的填海造岛、填礁造岛的技术相关的事情这两个，第一个不认同，中国签完了那个联合国海洋公约，但是不执行。第二个就是把本来不是岛，通过人工的干预把它变成了岛。按那个联合国的公约里面的约定嘛，就是拥有了周边22公里的这个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也是导致矛盾的一部分。在这片区域里面，我们现在把它这个稍微放大一点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看看把这里放大一点。这很多岛是人工造出来的是人工造的岛这很多地方你给它放大一点，还能看到那个飞机跑道等等有的岛是人工岛这具体的话造了几个岛，大家自己可以去查询一下吧。反正的话，填礁造岛目前的话，那中国那是领先世界的所以这个导致新的一个冲突，这是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南海有很多矛盾的原因都在这里。如果中国在国际海洋公约的范围内实际的控制了一个岛，在那个岛屿的情况下增加专属经济区，应该在法理上是可以守得住的。因为中国的话现在基本上也就完全抛弃了这种那个国际海洋公约的这个签过的一个条例，所以就导致这个很多小的国家就特别委屈没别的办法，那咋办？只能就是有的时候求美国啦，人家说的美国抱大腿，对。那你类似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体型那么大，人口那么多，然后现在的话，因为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相对还是有点实力的，对小国来讲也没有其他更好的路，那只能抱大腿了，对不对？那世界上现在能抱得了的大腿，无非也就美国中国、俄罗斯都不可能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中国里，很多中国人一说到那个这个小国家，那个小国家抱大腿，有点嘲笑别人。其实有的时候这是多余的，你自己想一下，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当你被城管抢了东西被警察路上摩托车被抢了，又揍又打，人又被关了房子又被拆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有个大腿可以抱，说不定的话就会救了你一条命吗？
如果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条大腿给你抱一抱，这个被你抱的那条大腿还有点正义感，哪怕你就是财产给他10%或者20%作为回报，你都应该感恩戴德，是吧？所以就不要去嘲笑人家抱大腿了。另外一个，这一次美国已经派出了这个2艘的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了南海，这次的情况可能不再只是单纯的过来秀一下肌肉了。大家知道，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除了南海四处搞事，还有跟美国的贸易战签约，出尔反尔。香港先是反送中，后来又是国安法又出来了台湾又威胁要武统台湾。你看菲律宾那个黄岩岛又占了，越南又在人家家门口就直接把人家石油直接钻进去，就直接挖在地上了。你说像这样胡作非为下去的话，在南海周边的国家，哪一个国家不期待着这个能够制衡中国的力量能够介入到南海这边来呢？那美国现在目前的话，它的航海战斗群介入到这个南海这边来，肯定是受到极大的欢迎了，是吧？菲律宾都已经开放了5个军港可以自由的停留，也有那个部队常驻在菲律宾，还有越南也准备开那个空港啊，那些好多个东南亚国家都准备留给这个美国，方便美国的那个军舰之类的停留做补给啊等等这样所需。对台湾来讲，那大陆那边的威胁也始终是一个没有办法松下来的一个压力，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介入南海的另外一个背景非常的重要，就是除了贸易战，还有说周边这个国家的各种矛盾的升级需要美国这个来维持这样的一个基本平衡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武汉肺炎的事情导致美国现在目前到今天为止死亡人口已经超过了14万人，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超过了14万人，都已经快达到这个越战的时候背回去的尸袋的3倍那么多了越南的时候死了好像5万多，是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要记住，就是中国大陆现在所有的企业都在往外撤。原来我们一直引以为荣的所谓的世界工厂，现在基本上现在已经结束了世界工厂的日子已经成为往事了，已经没了。那这些撤走的企业呢，都纷纷跑到哪里去？越南是占最大块的一部分越南，还有一个就是印度反正东南亚这些很多国家都会从中受益，包括菲律宾这些都会受益，对不对？还有一个最近的话，因为企业需要大量的撤离包括美资的企业也需要这个撤离，它必须要保证在这个过渡期，在撤走的过程中，或者说未来的话，当它企业已经开始在东南亚或者在亚洲，在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开始，包括在台湾以后落户以后，要保证这个投资的安全，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抗衡的力量驻扎在这里，这很重要。因为你那个像这种越南，你看像这种如果它在这里大量的企业大量的这个资金在这里投资的话，它连这个最基本的航海安全这里的航海安全，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或者说印度洋这边也好，就是只要它的航海安全没办法得到保障的话，那对任何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国家，它的很多资金都投在这，对它资金的安全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它需要有力量布置在这。那么中国怎么办呢？中国现在的话，基本上现在企业都该撤都撤光了嘛，撤光以后，现在接下来就是失业失业现在已经是了，然后就基本上中国没要救中国就是垂体这样空直接砸下来。那
现在等待中国的就是现在就是一头那个死猪领导着整个中国，带着中国，然后试图挡住这个世界的潮流，然后又挡不住，然后就被那个洪流冲，就是中国人又没有反抗的情况下，那就陪着这头死猪一起撞的晕头转向，也许就被陪葬了啊。当然还有一条路，也就是抛弃这头死猪，杀掉干掉这条死猪，然后的话一切重新开始。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讲到这，谢谢大家。